您的眼界決定世界的寬度。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任明月。從兩岸的脈動，再到全球變局，今晚我們將為您層層拆解，精準剖析。先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明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孝瑋哥。明月好，大家好。中經院科技政策評估中心副主任戴志炎，戴副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呢，主要會為大家來探討到了這個美伊戰爭啊，荷姆茲海峽一直都是重的焦點。那麼未來如果伊朗開始收費的話，對於全球經濟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另外，美國終於出手救日元了，會不會成功呢？還是美國另有目的？都會在我們接下來節目當中為大家精彩的來分析，也請觀眾朋友先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們一起來討論國際大事。好，我們先來看到美伊戰爭啊，打到現在已經5個月了，但是戰場上還沒有分出真正的勝負，但是呢，中東啊卻已經出現了格局的變化了。好，我們來看到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還有巴基斯坦，目前已經簽署了北約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也就是說呢，任何一國只要遭到攻擊的話，視同就是對這3個國家共同的來攻擊。好，那麼伊朗呢和阿曼也準備要重劃荷姆茲航線，制定了新的通行規則。我們看到呢，這3國啊簽署了北約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但是呢，現在看起來美國似乎已經漸漸的失去了話語權了。這3國為什麼要簽署這個防禦協定？來看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呢，它擁有了石油資金，還有伊斯蘭世界的聖地的號召力。另外呢，來看到土耳其了。土耳其呢，它是北約的成員，同時呢，也擁有了完整的軍工體系、無人機的技術，還有跨區域的作戰經驗。另外，巴基斯坦呢，則是擁有了龐大的正規軍，而且也是伊斯蘭世界唯一具備了核武能力的國家。那麼呢，它長期也協助沙國來訓練軍隊。好，我們來詢問一下這個介大使嘍。這個3國它簽署了這個協定啊，它是不是為了要牽制伊朗，還是說呢，它是要降低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兩者皆是兩者皆是，因為現在這個美伊戰爭啊，目前為止除了伊朗以外，所有的這些所謂的損失都是海灣國家在承擔。那這海灣國家最大的當然就是沙特啦，那當然還有其他科威特啊這些海灣國家的小國。可是沙特它潛在的危機現在被暴露出來，也就是當美國在這個地方跟這個伊朗開戰以後很可能最後的被攻擊的目標就是沙特的油田，因為伊朗已經放話了，如果說美國對伊朗做出進一步的這種打擊的話，那麼伊朗不排除讓中東地區的油田一片火海，要攻擊這些石油設施所以美國好戰，對伊朗強烈抵抗，最後受害的是沙特，所以沙特這時候必須要展現力量。這個力量就是說我把這裡面區域還有這些實力的國家拉出來。當然了，我想這個警告的對象當然還是伊朗，可是不是這麼明顯，因為伊朗始終跟沙特之間沒有直接的衝突。最近的幾次沙特的油船或者說油輪或者它一些這些地點被攻擊，基本上都是主要是也門胡塞組織出手。所以呢，當然表面上可以說是防也門胡塞組織，可是呢，也門胡塞組織不管它的這個訓練、它的裝備、甚至它的指揮體系都是被伊朗牢牢掌握在手裡面，所以當然這個間接是針對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怎麼講呢？也是對於這個整個後這個美伊戰爭的這個整個中東的局勢他先給自己怎麼講一個定心丸。那這些部分呢，也是已經很預告了，他們可能將來會把美國的力量慢慢擠出這個中東地區。所以這是一箭雙雕的一次這個結盟行為那這就表示戰爭是會這個戰爭一定會改變這個秩序，國際秩序。那這次是一個區域性戰爭，所以這次區域性戰爭已經改變了區域的國際秩序。那這些國家有的是着眼於未來，現在有的是着眼於未來。
不過這個地方成立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類似北約的一種協防條約這個算是一個我認為在區域的安全秩序上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改變，因為這3個國家都是強國，這3個國家聯手的話，事實上在整個區域的事務上那麼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它的發言權會很強，甚至美國都必須要接受他們的接受他們的建議，不能夠把他們視為這種細漢的這種都聽他擺布，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那對伊朗來講的話，我覺得伊朗事實上的話，他這一次基本上他一直很清楚的告訴這些海灣國家，他的敵人是美國，不是海灣國家，希望你們不要插手，希望你們不要插手。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從2月28號到現在開始，我認為伊朗跟這些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中間的直接的聯繫是非常密切的。那麼，因為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最怕是誤判，把別人的行為錯誤解讀以後錯誤出手。所以呢，我覺得在這個中間過程中，他們都表現了高度的克制。那麼尤其海灣國家，雖然他境內的美軍基地被炸得很厲害，可是他們始終怎麼樣不動如山，沒有把這個一些小的損傷立刻跳進去跟伊朗展開一場大戰，所以表示這些國家的戰略的修養跟它的戰略的定力是相當強的。那現在這個新的這個結盟我覺得將來會是在中東地區除了伊朗以外，另外一支很大的力量。那中東地區就會變成2分天下。那這裡面其實你會覺得就是說他們是不是針對伊朗？我是覺得一部分是防範，可是問題你要知道，像巴基斯坦，他們跟伊朗的關係非常的好。這一次美國跟這個伊朗之間的談判，一開始就是巴基斯坦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這個3個結盟國家之間，事實上的話，他們的中間的所謂的不同點，他們是很容易就可以擺定的。倒是比較難擺的就是美國，還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點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那我覺得這一次的結盟，我覺得美國可能還不會覺得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可是對以色列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警訊，因為這個尤其這個內塔尼亞胡最近2年在這個加薩走廊的所作所為，在黎巴嫩南部的所作所為，在這個約旦河西岸的所作所為已經激起了這個阿拉伯跟回教世界的公憤。所以呢，土耳其的這個總統伊爾段多次公開表示，以色列這個國家必須要消滅，因為他這種作為的話是違反國際法、違反人道、違反各種國際基本規則的。所以呢，這個中間我覺得，已經看到這場戰爭造成了一個新的權力的一個分布那麼在中東地區也看到了未來這個幾個區塊之間的權力之間的這個競合關係現在已經隱然若現了。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麼就在這個3國建立了、簽署了共同防禦機制的同時，我們來看到了美國總統宣稱說這個荷姆茲海峽談判已經進展相當順利了。那麼美國的官員呢也宣布說這個伊朗和阿曼可能很快會達成協議了。不過呢，伊朗則是直接對外宣稱說雙方已經就新的通行航線取得共識。好，我們來看到了美國和伊朗現在爭奪的不是荷姆茲海峡要不要開放，而是要爭夺海上的封鎖權。來看到伊朗說這個海峽重開的前提是美國要解除對於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另外呢也準備要禁止包括了美國、以色列還有其他的敵對國家的船只通行，如果違者的話，最高可能會被開罰這個貨物的價值20%。好，另外呢，美國則是表示說，荷姆茲海峽必須要維持自由航行，也就是要回到戰前自由航行不收費的時候，也不接受伊朗說單方面要決定通行的規則。也就是說呢，現在美國和伊朗他們在爭奪的是誰有主動權可以決定
哪一艘船可以通過荷姆茲海峽，哪一艘船不能通過？好，我們要請教一下少偉哥了。這個是不是代表他們的談判焦點已經從這個重開海峽升高，變成美伊對航道管理權的爭奪？那麼，川普有沒有可能會被迫接受這個伊朗制定的荷姆茲規則？先說第二個，我覺得川普絕對不可能接受，因為其實這也跟美國基本國策是相違背的。也就是說，你看，像比如說上個月美國在這個夏威夷周邊海域舉行了那麼大的這個環太平洋演習，他們所要接觸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 free and open， 然後 Indo-Pacific， 也就是他強調是所謂的那個 navigation freedom 啊，也就是所謂的公海自由航行權。那公海自由航行權，那其實當然你會說荷姆茲海峽算是公海嘛？因為荷姆茲海峽太重要了，所以它這個海峽非常窄，大概只有36公里寬左右。但是它其實裡面有劃定的這種所謂的國際水域。那既然劃定國際水域的這個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能夠自由通過。那對於美國來說，美國從以前到現在，它所接觸的或甚至於它今天在西太平洋地區跟中國大陸針鋒相對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公海自由航行權，或是航行自由。那如果說今天他對伊朗這個讓步了，對伊朗同意，就是說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擁有宗主權，然後伊朗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那對於美國來說，他能夠繼續要求包含巴士海峽或台灣海峽，或是中國周邊水域這個能夠就是說不被中國大陸所設限嗎？不可能。所以對美國來說，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問題，他絕對不會放棄。也就是說，他今天如果一旦這個地方放棄，那後面就有太多地方會逼着他一塊放棄。雖然我們也看到，就是說，近年來美國的這個國力也因為反恐戰爭的原因的確跟20年前相比，美國的國力相去甚大。但是並不代表就是說，美國今天對於伊朗這樣的一個雖然說今天這個軍事衝突是美國跟以色列所引起的但並不代表美國會為了要急於脫身就同意伊朗所有的這個條件。那沒錯，我們看到今天伊朗它在軍事實力上來講，的確讓美國可能算是有點這個出乎意料，因為美國總認為說我現在軍力這麼強，我當初對付誰這個3下2下就把他那個打趴在地上，總統都被我抓來了沒想到你這個伊朗這麼頑強，然後這個所有的高層幾乎都被我斬首殆盡，居然還能夠如此。但是並不代表就是說，今天美國它發動了這個軍事衝突，而且現在看起來有點這個難以收場這個情況，但我剛剛說並不認為就是說美國會同意他所有條件，因為如果今天一旦這個地方開始，那對美國的國家威望來講，就會成為一個這個算是一個產生一個破窗效應。也就是說，今天我如果在荷姆茲那個海峽破窗了，那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跟我有敵對勢力，他都可能會選擇利用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壓迫美國讓步。那的確伊朗的軍事實力讓美國有點刮目相看。因為美國到現在沒有辦法完全摧毀伊朗各種反擊力量，但並不代表美國可以用這種一個窒息戰略把這個伊朗窒息而死。當然，這個就要比氣長看誰的這個能夠撐得比較久。那因為從美國來說，好，那我今天我能夠持續封鎖你的這個原油輸出，我能夠對你持續進行經濟封鎖。那同樣的，雖然說我今天這個不靠到這個荷姆茲海峽，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我離荷姆茲海峽遠，你所有伊朗的船從荷姆茲海峽出來要到世界各國運送石油，對不起，我美國通通不同意。那對於伊朗來說，他也還是必須要思考，就是如果跟美國這樣無限制的這樣一個僵持下去的話，對伊朗自己本身的這個國家到底是好是壞？雖然我們常說這個伊朗現在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輸了，他 got nothing to lose， 但是並不代表就是說伊朗在往後看10年20年，因為像他這次被美國攻擊這麼慘，他整個國家重新重建也需要大量的經費。那這些經費對於伊朗這樣一個國家要從何而來？就勢必必須要能夠取得美國解除經濟制裁或解除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才有可能讓伊朗的原油賣出去，然後才能夠換錢。總而言之，錢才是這個最重要的這個重點。今天不可否認，美國的軍事力量沒有像過去那麼強，能夠把伊朗，因為伊朗畢竟不是一個小的對手，他沒有辦法能夠這個3下2下，就像對其他的小國家一樣，把它扳倒或者把它打趴在地上。但是並不代表美國的這個後勢或者後續的這個力量對於伊朗的這個封鎖是完全無法着力的。所以也就是說，對於美國，它可以用一個把這個短期的這樣一個衝突化為這樣一個長期抗戰。那
伊朗就必須要思考，如果跟美國長期抗戰下去，對自己國家的利益是好是壞。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比氣場的這樣一個過程。我覺得到目前來看的話，伊朗某種程度來說，他還是希望能夠透過用石油換現金的方式，能夠讓他的這個現金就能夠讓他本身的這個財務狀況改善。雖然說他可能可以透過里海把油送到俄羅斯，然後從俄羅斯送出去，但對不起啊，這個美國在其他方面的這些盟友也已經展示了這個那個方式，告訴伊朗說，對不起，如果你要從那個里海或其他方式把油運出去的話，有可能會遭到第三方這樣一個攻擊，然後有可能會讓這個他這樣希望能夠並不見得能夠完全達成。所以我覺得那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說川普絕對不會同意，因為那其實就會我剛剛講會對美國這個公海自由航行的在世界各地要求產生破窗效應。第二就是說美國也不會同意伊朗來管理荷姆斯海峽，也就是說因為2跟1之間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這個部分，如果今天美國同意伊朗來那個管理荷姆斯海峽的話，那同樣我剛剛講，那美國接觸全球的這個公海自由航行權，對不起，在這邊就完蛋了。好，我們謝謝孝瑋哥。那麼荷姆茲海峽其實它的爭議除了是說要不要收費之外，另外一個最大爭議就是收費，那麼要怎麼收呢？好，我們來看到這個過路費的說法版本不一樣。來看到伊朗的說法，他要求要收取貨物價值的5%到7%。另外呢，阿曼則是提出大約是3%的折中方案。而美國呢，一樣是主張國際航道不應該要收費。那麼來看到，如果改稱服務費的話，那麼船公司仍然是要負擔戰爭保險、護航，還有額外的通行成本。另外呢，這些恐怕都會轉嫁到油價、運費，還有民生物價。也就是說這個可能都會全球來買單。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戴副主任如果這個荷姆茲海峽恢復通航要收費的話，那麼有沒有可能等於說國際社會就默認伊朗它就是擁有部分的管理權呢？會不會有可能會讓這個油價、運費還有全球通膨會長期的維持高檔？對，如果它開始能夠收費的話，其實就變成是說，雖然美國主張是自由通行嘛，但是實質上我已經拿到這個好處，我也有實質的影響力，所以短期上來看的話，其實會造成一些經濟層面上的恐慌了哈。但是長期上來看的話，有幾個因素要考慮。第一個就是全球的經濟這個轉嫁成本，它是不是能夠承受？好，因為現在如果說它是收取貨物價值的5%到7%，那這個部分它是不是能夠讓全球經濟去吸收，然後讓終端市場去分攤掉這個成本？其實這個是必須去評量的哈。那第二個就是這樣事情如果發生之後，市場的實際需求是不是減少？因為當時最害怕的狀況，其實並不是你買不到油，而是這個油全部被中斷掉了，你連買都買不到。所以漲價多少，其實大概整個經濟體都展示給你看過嘛，哈，就是油價到140塊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是在做一個運作，那開始會有一些新的方案會出來。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繞到第三個要思考的問題是，那這樣的東西是一個可控或是不可控的通膨的一個情形啊，哈。所以就個人上來看的話，我會覺得，如果現在這件事情發生的話，在短期上當然會有引起一些成本上的恐慌，好，有可能你的那個船運的成本，還有輸往中東的這些民生物資的這個成本就會往上漲，那當然會帶動像中東國家現在要靠這些海運把大宗物資輸進去的時候，它就面臨到漲價的問題。那這些東西好，從中東要運輸出來的原油，其實也會有漲價的問題。但是長期上來看的話，它會變成可能大家會熟悉的固定成本的邏輯在做哈，所以久而久之，如果大家能夠接受從中東輸入的這一些物資，它就是一個額外的運費的概念在處理的話，其實經濟體會找到它自己的處理方法。那第二個就是我們過去看到大大小小的石油危機不斷的發生，油價不斷的攀新高之後，其實每個國家都在做一些調整，所以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其實過去我們依賴的是一個石化經濟，但是現在開始逐步從石化經濟轉到電力經濟的時候，原油的重要性開始受到挑戰。第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不單單只是你中東有石油嘛，哈，我其他地方其實也能夠供應石油，所以包含像美國哈，然後原來歐洲的石油都可以去供應。第二個就是這些再生能源，它提供了很好的電力的一個來源。所以它也部分去取代掉我們過去做石化能源的一個需求，所以長期來看，如果大家開始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做法跟成本的時候，它的衝擊性是慢慢會被遞延掉的，然後慢慢的消除掉。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還有精彩的時事預測。
來看到荷姆茲海峽這一條這個直寬只有39公里寬的海峽，卻卡住了全球1/5的原油航運。我們來看到這裡是荷姆茲海峽，但是呢，這一條攸關於全球經濟命脈的咽喉要道，真的面臨了歷史的轉捩點。好，那麼未來全球的能源格局是什麼呢？今天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來帶大家預測一下，未來有沒有可能會發生3種的情況？那麼接下來我們會請今天的專家們也來幫我們預測哦，這3種哪一種比較有可能會發生呢？我們先來看到 A， 伊朗最後會掌控了荷姆茲海峽，結果淪為海上的收費站，也就是說的伊朗將會以航道的安全維護、海上搜救或者是掃雷服務的名義合法而且是強制性的，向各國的商船還有郵輪來收取高昂通行的服務費。另外呢 ，B 就是美軍重拳突擊，結果戰後荷姆茲海峽還是回歸了這個自由航行，也就是回到戰前不用收費了。好，美軍實施了精準的軍事選項，包括了出兵或封鎖哈格島、奪取阿布穆沙島等等的關鍵島嶼。那麼在美軍強大的武力震懾還有實時的控制之下呢，伊朗封鎖能力是完全被瓦解了，最後導致了全球油價在戰後是迅速回穩。貿易航線也恢復了暢通。另外一個可能性呢是 C， 各國尋找了替代航道，全面的弱化荷姆茲海峽。好，來看到現在有陸路還有繞道管線是大擴建，包括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聯等國正在擴建了這個跨阿拉伯半島陸行的這個運輸的油管的管線，將石油直接就運到紅海或者是阿拉伯海的港口。另外呢是多軌的戰略進行通道，來加快中亞陸路能源的通道，包括了北極航道以及新型的替代能源轉型的速度。當然就是會全面的把荷姆茲海峽脫鈎還有弱化。那麼伊朗即便掌握了海峽，最後呢也會因為這個地緣的威脅會大幅的遞減。好，我們現在要請這個專家來幫我們預測，要寫在白板上面，待會我們同步亮牌。那麼等待專家在預測的同時呢，我們也請這個觀眾朋友們幫我們預測一下，這3種呢哪項是你心目當中最有可能會發生的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們一起來討論。好，我們的專家們都已經預測好了，我們同步來亮牌。好，我們先來看到介大使。C 加 A 是最有可能，所以 C 寫在前面的意思是 C 比較有可能。好，再來看孝瑋哥是 B 和 C 和 C 的意思，但 C 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其實它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了解。好，那麼戴副主任也是 B 加 C。好 ，OK， 那我們先請這個介大使來幫我們解析一下為什麼選 C 加 A。因為事實上的話，伊朗他今天很可能他的這個所求會有所收穫啊，因為要不然就不會有美國的停火，也不會有他跟阿曼中間的這個幾乎達成協議的這些傳說。那還有呢，就是說，他如果沒有這些海灣國家在幕後的一些施壓，就是說幕後的配合的話，那麼伊朗現在也不可能把美國的力量從談判桌上踢下去。因為現在在談這個荷姆茲海峽如何開放的問題，沒有美國，是伊朗跟阿曼。當然，阿曼基本上他過去就是一直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那他在傳達美方的意見。可是呢，伊朗顯然把美方的意見當作參考，所以我認為他現在已經擺平了很多國家，伊朗擺平了這些海灣國家，擺平了這個阿曼。那區域外的國家，我想還沒有這個問題還沒有去碰觸哈。不過這個伊朗，我想他應該自己也很清楚啊。他現在如果說他成功的得到某種程度的通行費，那通行費你可以用不同的這種名稱，比如說海上搜救或者航道維護，要不然就服務費這些你去收，是收3%收3%還是2%？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它可能最後還是會得到一個解決，可是問題它在執行的時候會面臨很多例外，很多例外，就是說這個中國大陸絕對不會給錢，要不然就是說你要把這個費用攤在你的油費裡面，隱藏得很好，沒有一個國家會公開接受伊朗公然違反數百年的國際海洋法原則，就是海洋自由原則，而且這個做法完全違反現行的這個海洋法。
那是已經是一個成文法了啊。所以中國大陸不會這個不會低頭，美國也更不可能，歐洲的商船也不會付錢。所以伊朗把這個東西現在跟阿曼達成協議以後，他還要去跟世界各國，只要在使用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國家，他要個別去怎麼講，去一個一個協商。這裡面我認為就有很多的彈性會在裡面。那這個彈性，我覺得基本上會讓伊朗這個明白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在這個在表面上把它怎麼樣掩飾過。因為事實上的話，你一艘船，你說徵收1%好了，其實你要油價，說實話，你油價漲個每一桶漲個10%，你這個價錢就變動得很厲害了。其實說起來並不是很大的錢，要不然這種錢你就可以把它轉嫁給這些海灣國家，你在利用這條航道的國家，你去交這個錢，其他國家夠有的國家，他不付這個錢，這都是很可能的安排。因為我認為這種違反現行國際法的這種做法大國都不會接受的。那到時候徒增伊朗自己的麻煩，那所以這是一個原因。那就是說，我認為就是說，伊朗事實上的話，他會名義上把這個收費權他會表面上他會獲得，可是呢，實質上的話，那麼在實行的時候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特殊例外的安排，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其實這麼一鬧以後，事實上的話，沙烏地阿拉伯它將來一定會比較借重紅海的這些港口。紅海它有好幾個港口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比如說鹽布港，就是它主要的這個它的所謂的東油東氣西運的那個港口，就不要經過荷姆茲海峽，然後從這個荷姆茲海從這個紅海作為出海口。那這個阿聯酋也是一樣，阿聯酋也已經在修在阿拉伯海上的這個港了。那可能會比較麻煩的就是科威特、巴林，還有誰？還有就是這個伊拉克，這3個國家，還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這幾個國家，可能他們要私底下要跟伊朗去把這些問題自己再去釐清，也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大家會找一個替代性的方案。那我覺得伊朗會在名義上拿到一個所謂的收取服務費，或者說這種安全保險費的這種名義的。可是呢，我覺得在實行起來會有很大的問題。到最後，真正在利用這個航道的國家，可能付出的這個代價還是相對是很少的要不然伊朗自己要不要付錢呢？伊朗也是利用這個海峽運油的大國那其他國家會運用到荷姆茲海峽，都是想跟你買油買氣。那最後就是伊朗，你自己的地方你是免費。第二個，這個阿聯酋、阿曼都不會收不到這個荷姆茲海峽費用。然後呢，沙特也不會，沙特以後就走紅海。所以我覺得將來就是說，跟科威特、巴林跟伊拉克買油氣的國家，可能會比較有一點麻煩。好，我們謝謝大使。那麼再問一下少偉哥，少偉哥選的是 B， 然後變成 C 嗎？對，先轟炸他。对，然後再轉。應該這樣說哈，就是說剛剛我也跟大家說了，其實對於美國來說，如果他今天同意哈那個伊朗這樣做，或是他在這個地方撤出，雖然說其實美國的整體的軍事實力撤出中東已經有大概15、16年了，也就是說我還記得很清楚，我2006年去了一趟波斯灣，那時候美國的航空母艦還會開到波斯灣裡面，為什麼？他要做一個就是波斯灣海上安保，他要讓這個在中東的油氣能夠以石油跟這個天然氣能夠順利的運出去，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美國自己本身還是原油的進口國，但是現在美國自己本身地位變，其實美國已經變成石油出口國了。嚴格來說，美國並沒有那麼依賴中東的這個石油。那美國這次去修理伊朗，完全就是因為以色列嘛，對，以色列拉着美國哈。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看什麼叫做這個以巴咬狗的這個最佳典範，我覺得這次真的可以說是這個以巴咬狗的這個大概不出其二的這樣一個例證了。那但是就是說美國既然沒有那麼需要去依靠中東的油氣。
棄了，然後但他為什麼還是必須要去維持好他的公海自由航行？我就講今天，因為美國是一個海權國家，海權國家在這個地球上要揚名立萬，就是要讓它的規則能夠在這個地球上依照它的規則來做，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必須要求這種公海都要能夠自由航行，也就是說那個 free navigation， 也就是說自由航行權對美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荷姆茲海峽被伊朗可以控制而且收錢的話，那對不起，你美國的國家威望就往下掉。雖然說你今天會覺得美國在處理很多國際事務上來講，它的國家威望好像跟過去來說的確好像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美國來講，如果今天一旦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控制而且收費的話，那就產生破窗效應，以後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海峽都有可能在地的強權，然後宣布說我要如何如何，而如果美國沒有辦法重新開啟的話，那這個時候你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破窗效應就會越來越嚴重。那這個時候你海權國家所接觸的這個公海自由航行權就會開始打折扣。所以對美國來講，雖然說的確伊朗是一個很難啃的骨頭就是說。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本身的國土非常大，他可以把他自己所有的軍事設施甚至於抵抗力量大幅的分散，讓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精準攻擊變得比較困難，而且沒有辦法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把伊朗的這個反制能力完全削弱或是完全消除。但是美國可以把時間放遠，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玩，我剛剛前面講，我可以在這個北阿拉伯灣就是那個北阿拉伯灣，你以後伊朗出來船，你通通不要玩了。那當然後面那個替代航道的部分，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但不是那麼容易。為什麼？因為今天沒錯，剛剛介大使有說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上有非常多的這個港口，也可以開始輸出石油。但是其實這些當初波斯灣重要的部分，就是說波斯灣它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石油輸出設施是直接架設在波斯灣上面，也就是說這些油輪進到波斯灣，它根本不用靠港，它就在波斯灣上接到這個油點之後，就可以把船灌滿然後出去。但是紅海上這些設施並沒有那麼完善，而且紅海還有一個大問題，它的南端在也門手裡，也就是說，也門要在這個地方鬧你兩下的話，其實這些所有要經過也門亞丁灣的這些船又很麻煩。所以我覺得 C 是大家會未來去努力的方向，但是短期之內要能夠立竿見影的效果非常困難。那 B 的部分來說，我覺得美國還是会維持它的這個國家的力量在這個地方，因為它不容許有破窗效應的發生。一旦這個地方發生了，那對不起，以後任何一個海峽、任何一個有爭議性的地方、有任何一個區域強權說我要控制這裡，我要如何，那這個時候後面怎麼辦？好，我們謝謝孝瑋哥。那再來問一下戴副主任，您也是選 B 加 C， 也是覺得美國會攻擊？我覺得其實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就是1970年代開始，石油美元那個制度其實就成型了。那這個制度上面，其實美國跟中東的產油國的協議是，我保護你的這些石油的交易，包含運輸的安全嘛，好，那你就用我的美元當做一個就是交易的這個基準嘛。但是今天如果說它荷姆茲海峽一旦被伊朗控制了，它沒有辦法繼續維持這樣的一個保護的機制的時候，那中東的這些國家其實可以開始考慮一件事情是，我的結算可以不要再去依賴美元，我是不是開始轉成人民幣、轉成歐元、轉成其他的幣種？那這個東西是美國一直極力在避免的哈，因為這個會削弱掉美元貨幣在國際上的一個影響力。然後這個其實也會讓美國現在的經濟運作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開始有崩潰，所以我也覺得現在的狀況上來講，它會讓伊朗可以這樣的去做一個所謂的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好，所以短期內其實它的軍事戰還是會想要去恢復到這個制度，那背後其實還是經濟制度在運作了哈，只是說在 B 這個選項下之後。他即使奪回來，他必須考慮一個問題是如何治理、如何做實質控制權的問題。因為你奪回來之後，你還是要交給伊朗做嗎？還是你要去比照像巴拿馬運河這種方式，旁邊有美國駐軍去做運河的控制，然後你就直接控制了海峽？所以後面的問題其實安排上會更麻煩。那這個也是他必須去考慮的。但是在石油美元這個機制上面來看的話，他有一定要做的這個理由。那第二個就是說，在演化上來看的話，你會發現中長期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有避險的這個需求，因為這裡不單單只是輸出原油，它也會有天然氣。那現在就看起來石油可以用其他的紅海的港口去做運輸嘛，可是天然氣的這些管線的建置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做，所以當我們現在發現就是現在還是大部分都集中在荷姆茲要進出口的時候，從避險的角度上來看，其他有需求的國家當然也會希望那些產油國盡量的能夠把這些替代航道找出來，能夠把替代的港口找出來。那
把這種運輸上的遭受攻擊這個風險可以分散掉。那這兩件事情其實應該會同步的去進行。好，就是說一方面你可能會看到美國開始逐漸恢復荷姆茲的通行，另外一方面可能會有其他的國家開始，有點像俄羅斯跟那個德國他們的北溪計劃一樣哈，就把俄羅斯的這一些原油天然氣從俄羅斯直接拉個油管過來哈。那以後會不會在中東形成另外一個這樣的一個系統，其實也可以值得去觀察。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呢。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下半場要帶大家來看到美國出手救日元，到底會不會成功呢？好，來看到美國和這個日本啊，罕見的聯手來干預匯市。不過，真的能夠扭轉日元的弱勢嗎？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日元啊，一度是貶到了1美元兌近164日元，也創下了約40年來的低點。而美國出手來相救了，他買進這個日元，讓匯率一度升到了155。好，那麼根據日本財務省，他公布了4月底到5月一共投入了11.73兆的日元來干預匯市。其中呢，在4月30號的時候，這單日投入了6.28兆的日元，也創下了歷史的紀錄。好，日本大量的出售美債來籌措資金，恐怕可能會推高美國的借貸成本。日元過度的貶值啊，也會這個削弱美國的關稅，但是卻可以保護本土產業的效果。好，我們要來詢問一下這個戴副主任哦。這次的干預真的能夠扭轉這個日元的局勢嗎？如果是日銀啊，它不快點的升息的話，這個160日元的保衛戰會不會很快又重演？其實應該還是會回到160上下，甚至有可能還會再繼續談，因為利差繼續維持的話，那個其實是結構上的問題，並不是說我花了多少錢干預之後它就能夠回來，因為越干預會產生一個現象叫做套利哈。那我們看到，不管是過去的亞洲金融風暴哈，那甚至到近期的幾個狀況，其實都免不了在匯率上的一些處置被這些那個投機者所預期了。所以，當我預期你的貨幣因為這些干預的措施有變動的時候，其實它是個很好的聚集點。那聚集到甚至這個國家快掛掉的時候，就是很危險嘛哈。所以這應該不是一個常態啦。雖然說這個常態，目前這個行為看起來比較像是，美日同盟，我們現在也必須考慮到實質的問題哈，因為日本持有非常多的美國債券，那你要在市場上把美債賣出去，然後把這個資金引回日本去救，其實也聯動到美國的公債的這些利率跟價格嘛哈，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性的問題。所以如果說問題的根結是在於兩個國家的利差的這個狀況上，假設沒有改變，那這其實就會產生很多機會點，甚至會引發風暴哈。那第二個就是說，弱勢的日元上來講的話，其實雖然讓日本的出口很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的工具機其實靠這樣的匯率大概把台灣啊、韓國啊、中國大陸幾個原來做工具機也要出口的國家打得很慘。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的話，這種弱勢的貨幣其實它相當不利於它國內的消費跟投資。好，現在只要你去問一下在日本工作的親朋好友，他大概都會跟你吐苦水，物價是上漲的，然後薪資的上漲幅度其實沒有那麼大，甚至呢，在這個情況上面，讓日本的企業對於國內的投資就開始產生疑慮哈。那我是不是要把這些錢繼續放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上？所以整個經濟的成長的那個 GDP 的公式裡面，就看到有2條腿熄火啦。好，那熄火之後，我們就只能寄望政府去擴大支出，去做一些公共投資去做嘛。哈，但是日本在過去公共投資的那個債務跟項目，大概也做到一個非常極致的情形了。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啊，比方說在台灣每一個縣市有個機場。那日本其實大概有這個狀況哦，就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大大小小的國際機場啊，都可以飛。像這些公共建設，其實他們也都已經在處理，早就在做了。所以你要再舉債再上去做投資，也會有一個天花板的問題嘛。好，所以這些因素如果綜合來考量，那我以後的經濟要怎麼樣成長，就變成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況不改善，那它就會讓國內的經濟看起來就不好。那第三個，其實在這樣的結構上來講的話，會引發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日幣一直在做貶值的動作，然後讓這一些日本貨的出口，不管是在全球的市場或在美國的市場，都取得一個相對性的優勢的時候，那我們隔壁的這些國家就會開始想，我們是不是也要競貶？那這個競貶的狀況，其實尤其是以亞洲這些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
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我們是不是要開始貶值。那這個貶值一旦開始啟動之後，尤其像台灣，我們也很多東西從能源啊，從很多物資都是要從國外做進口啊。台幣一旦開始貶值的時候，國內的這一些物價上漲的壓力會不會同步的上升？然後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那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來看的話，我們在能源成本上，事實上是把那個成本掛在2個公司嘛，一個叫中油，一個叫台電。那這2個公司如果認真的，他要把這些該漲的成本反映到國內的這個能源價格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不得了，我們的物價可能會漲到一個非常很難讓人接受的地步哈。但是這個台灣有辦法去控制住，那亞洲其他國家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難題啦哈。所以第3個點來看的話，就是這件事情如果沒有開始去做改善的時候，那也很可能會引發亞洲上面的一些經濟跟金融的風暴。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了。好，那麼日元貶值，其實對於這個其他國家的遊客來說啊，到日本去玩，變便宜了。不過呢，對於日本的公民來說，生活成本卻是變貴了。好，我們來看到日幣貶值啊，日本消費者是負責買單，但是對於出口的大企業，好，包括了這個汽車、機械等，都是可以受益的。不過呢，日本高度依賴了進口能源、糧食還有原料。那麼，如果日元越疲弱的話，漲價則是由消費者買單。好，現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手嘍，他主張啊低日元的有利經濟。另外呢，日本實質的工資目前已經連續10個月都是呈現負成長的。好，那麼再來看到這個家庭恩格爾係數啊，現在已經升到了29.4%，也就顯示說呢，日本的民眾啊有將近30%的花費都是用來買食品的。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嘍。這個高市政府，它是一面用這個貶低日元來支撐出口，另外一邊又是靠這個減稅來補貼日本的家庭哦。那麼這個日本呢，如果是靠這套政策的話，真的可以帶動它的正成長嗎？只有高市一個人認為有可能，其他日本的像死破帽，他們好多這些自民黨內部的資深的這些政治人物都出來批評。這個時候你還要這個減稅，因為他是把那個消費稅7%要免掉。那高市早苗的打法就是說，這是我競選時候的諾言，我要實現我的競選諾言。那人家就說，你不要講你競選那個狀況跟現在狀況是不一樣的。你現在日元貶值到這個程度啊，那你這個日本的政府的財政面臨極大的壓力。那你還要把這個稅收的來源再把它再裁下去，你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而且你事實上的話，你減稅會不會造成進一步的通膨啊？這也是一個大家會思考的問題。可是這個高市早苗就是只有一句話，這是我的競選的政見，我必須要實現。那可見他不是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過日本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不是這個減不減稅的問題哈。那日本的這個消費的話，事實上話，應該是說長期它是在一個怎麼講，低通膨的一個環境之下。那這個情況之下，它的經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力了。那剛剛講到說，就是說。日本的經濟現在的問題，倒不是說在你這個政府的稅收收得太高，或者是政府的這個稅收政策問題，而是說日本現在第一個你要解決日元的問題的話，那你的最大的考慮應該是要就是說升息。可是日本現在它的國債是它的 GDP 的260%。所以呢，你如果升息的話，那立刻會造成什麼？立刻會造成日本的這個財政的困難。那所以這個升息不考慮的話，那剛剛就講到它的結構性日元這個它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跟美元的利差太高那你要不斷的要去救日元這可能都是達不到目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日本如果要升息的話，那麼日本現在我看有25萬家所謂的僵屍企業，這是從這個日本的經濟衰30年失落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那他們就是靠這個低利息還能夠
存活。那如果說你現在把利息提高以後，這25萬僵屍企業，也就是說死撐在那邊不獲利，可是就要撐在那個地方的25萬家企業，它可能就要面臨破產，因為它的利息高了以後，它支付不出来。那破產以後就帶來大批的失業，所以這些才是日本今天經濟的最大的問題啦。那你去把這個消費稅哈，你在這個時候把它取消，那麼大部分日本的經濟學就是說，第一個沒有效果，第二個可能就是添亂。那另外一方面，你剛剛提到日本事實上在這個政府的支出上，軍事支出啊，那上面不斷的在擴大。那麼把重點都放在擴軍上面啊，這當然是分散日本已經非常這個負擔很沉重的財政，所以本來日本的很多經濟問題是它長期的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可是如果再加上高市早苗這種錯誤政策的話，那就是火上加油，所以好像沒有人對日本的經濟看好，再加上就是說。它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現在搞壞掉了。你要知道，日本的食品啊，你要知道它有很多的這些食品公司啊，他們跟中國大陸是契作關係。所以契作關係，它在山東，它甚至到遼寧，它去跟很多這些農業的公司合作，所以提供了日本的很多的這些食物的原料。那現在跟中國大陸關係不好，這些關係如果斷的話，對日本影響很大。那另外一方面，日本人很喜歡吃這個鰻魚，烤鰻魚。你知道日本的鰻魚過去很多是我們台灣幫他準備的，我們幫他做什麼半成品啊？就是說日本拿到的地方，它的鰻魚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養殖到半成品都是在台灣做。後來我們這個生產線都到中國大陸去了，所以日本的連鰻魚現在很多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那可是高市長們都沒有考慮這些問題。那如果說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再進一步惡化的話，中國大陸在某種程度上再對日本進行制裁的話，那日本的食品價格還會繼續往上走。因為日本事實上這個國家，它就是要維持現在日本人的營養水準的食品的供應啊。本土只能夠達到34%到35%，其他到65%都是靠進口，所以它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應該要把日元穩住。你如果日元繼續貶值的話，那你進口的食物你的食品會不斷的升高，所以你這些有一些產業因為日元貶值獲得的這些市場獲利，很可能會比其他的這些進口物資這些包括食品的成本升高，把它的那個利差把它全部給它吃光了，所以我覺得就高市早苗應該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了，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良藥了。好，我們謝謝介大使哦。那麼現在日本面臨了這個高物價，同時又面臨稅收的缺口，但是現在仍然是擴大的要來這個支出防衛的支出哦。我們來看到日本發布了这個最新版防衛白皮書，他們把中國列為目前最大的戰略挑戰。那麼中國呢也做出回應了，他批評呢日本是為了要炒作中國威脅，全部都是為了要這個目的是增加軍費，還有發展它的遠程打擊能力以及軍事鬆綁來尋找借口。好，我們要請教一下孝瑋哥嘍。好，這個日本的它的軍工產業能不能出現新的經濟引擎，可以救他們的經濟，或者是會引發另一個東北亞的軍備競賽呢？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來說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會很希望能夠期待這是一個正面答案，但是我覺得很難。為什麼？因為就是說日本的軍工產業的確它的這些什麼重工啊等等它在國際上的這個水準其實相當高。譬如像三菱重工，它做很多的包含那個戰甲車啊、飛機啊等等。那像日本的有那個很強的這個造船業也甚至於最近也引起美國注意。為什麼？美國是因為海軍現在的問題是軍艦的這個維修老是沒有辦法依照原先需求，然後讓美國軍艦現在其實在整體維修上來
來講，有一些這個的確產生了這個維修不濟的這個狀況，然後再加上美國自己的造船業其實已經很空了，所以它必須要仰賴包含日本、韓國的這些造船業來讓美國的這個海軍能夠在西太平洋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運作水準，但並不代表就是說日本的這些軍工企業能夠順利的把它轉化為一個對外出口，而幫日本賺取大量外匯的這樣一個機制。為什麼呢？因為日本的問題就是說，你看到今天武器在銷售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它要能夠跟其他國家的這個共通性要能夠高。像我上個月去環太平洋演習的時候，就碰到就問到一個狀況，我說，這個我問這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這個飛行員，我說，你們今天你們的這個反潛機是日本自制的 P1，那其他國家的反潛機幾乎都是用美國的 P8。那你們在運作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後勤上的這些困難啊？等等，結果他們的參謀反而很誠實的說，他說的確，他說他那個其他國家的反潛機跟美國用同樣 P8，只要有狀況壞了零件等等因為演習是一個視同作戰的場景，那他們就可以直接跟美軍的這個飛機或美軍的維修調用零件，然後讓飛機很快恢復妥善。但是日本的 P1，對不起，你太多零件非常的獨特，非常的 unique，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是能夠讓他们的飛機能夠維持妥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到夏威夷有 JAL 有那個 ANA 每天加總起來大概10幾班的這樣的飛機，所以呢迅速的把這個零件從日本運到夏威夷，然後讓他的飛機快速恢復妥善。但是如果今天換成別的國家，我要買你武器的時候，你後面有這麼多的這個問題，我如果買了你武器要去解決面臨或這樣的問題的話，那我其實我真的要花錢買你武器的時候，我馬上就會裹足不前。而且像日本的武器還有一個問題，它單價非常高。它的這個像比如說日本的這個 F2 戰機吧，那如果你以它當初所製造的每一架單價成本來說的話，它大概其實可能你從現在角度來講，它大概是一架 F22加上 F35的這個價格，都可能還不及一架日本的 F2 戰機。那因為日本本身它的這個武器或者說它自己本身國防發展的這樣一個獨特性，因此其實讓它的武器裝備出口困難重重，的確是困難重重。當然你看現在雖然說好像這個菲律賓日本要把這個自衛隊太除的這個艦艇給他等等，但是一艘軍艦台除的軍艦丟給他，某種程度來說，因為你還有相關的這個後勤等等，需要這種轉移它會跟一般能夠量產的這樣一個這個武器裝備是不一樣的。那如果日本一般的那個量產的武器裝備，不管是戰甲車也好，戰機也好，它的單價都非常高，不是其他周邊國家能夠輕易負擔得起的。所以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想要能夠讓日本的軍工產業能夠振興，然後變成日本的這個產業的這樣一個領頭羊，甚至於大量賺取外匯，其實我必須說想太多了啦。那當然，你說像日本未來你說會不會有新一輪的這個軍備競賽？不可否認，其實像它新版的這個防衛白皮書把中國大陸列為最大的這個戰略挑戰。但其實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從日本角度來看，的確因為中國大陸它現在隨着它自己的這個經濟發展，讓它過去共軍的這個解放軍海軍跟空軍的武力投射能力大幅增加了，而且數量也非常多。那甚至於也就是讓過去日本認為自己的這個絕對領域不容侵犯的這個所謂的日本的這個海空的這個，特別是海上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防空識別區。現在中國大陸的軍艦走這個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像走灶咖一樣。然後日本的過去的習慣是，你只要有任何未經通報的這個外國機艦進到我防空識別區，我就馬上派這個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全程盯梢。像我們國軍這個不跟日本的那個防空識別區就隔在東經121度線吧？是不是？你只要一過去，哇，日本馬上派飛機上來看。那这個時候，你中國大陸因為整體的這個軍事能力增強，軍艦進到這個日本的這個防空識別區，沒像走灶咖一樣，它現在耗掉了大量的這個戰機跟艦艇在海上執勤的時間，去盯好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軍艦。某種程度來說，那如果他今天面對這樣的狀況，那他是不是就認為今天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增加，大幅改變了原本日本的防衛態勢？其實嚴格來說一點都沒有錯。為什麼？你過去你不來的，你以前那個實力不行嘛，你沒有長程的飛機，沒有像樣的作戰艦艇，你不能來。現在你這些東西都變好了，你要3不5時就跑到我家門口來走，對不對？我就必須要派大量的機艦去盯住你。那這個時候對於日本來講，的確中國大陸就成了改變現在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這樣的戰略關係最基本的因素。那對於日本來說，它當然要發展更多所謂的
打擊能力。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進到我日本防空識別區的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基建突然对我有敵對的這個行為，因為我們看到過去，因為日本可能在很多政策上來講，跟北京來說並不是從北京來說看到一個順從的這個角度，因此日本它現在在跟中國大陸來講，他們在外交上來說其實還蠻僵的。那這個對日本來說，你知道如果說你今天你这個在我家周邊的這些基建突然要對付我要怎麼辦？所以我一定要有足夠的那個防禦跟這個反制力量。但這個反制力量基本上來講也是為日本自己所夠用為止，因為其實買飛機、買大炮、買飛彈這些錢都非常高，那並沒有辦法能夠讓日本把這個東西轉化為能夠出口，然後或轉化為能夠它未來這樣一個生財的這樣一個部分。是。好，我們謝謝孝瑋哥，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還有更精彩的時事預測。好，來看到這一場美國和日本聯手干預匯率完全是一場可以寫入這個史冊裡面的全球金融大海嘯。來看到就在上個月，也就是2026年的7月底，日元對美元是瘋狂的崩跌了，而且呢破紀錄40年來最低，逼近了164大關。好，我們來看到了美國竟然發動了首次美日的聯合干預，實施拋售歐元、跨海救日元，甚至呢還把歐洲央行蒙在鼓裡，震驚了西方世界。好，那麼美國救日元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們今天呢也出來了這3個 A、B、C 3個選項有可能會發展的未來趨勢，我們待會也會請專家幫我們把這個趨勢未來的這個預測寫在白板上，待會我們再同步亮牌。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A 是什麼呢？最後呢，美國真的救日本成功了，日元是持續的止跌回升。好，美日罕見的聯手干預大獲成功，日元也成功的止貶了，從低點穩定的回升。好，那麼美股呢，還有日股聯手創下新高，最後全球金融市場就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之下回歸穩定。好，再來呢，有沒有可能是 B 呢？B 是短期效益而已啦，它只是強心針，結果日本反而欠下了巨額的債。來看到，根據歷史經驗證明這個單純的匯市干預往往只有短期的效益。那麼，為了要向美國借美元，日本被迫將大量日本國債還有美債來做抵押。那麼表面上看起來是穩住匯率了，不過呢，實際上日本的財政赤字還有隱形的國債是再度的飆高。好，再來看到 C 是什麼呢？最後日本是自救它的央行升息卻打亂了全球的資金流動。來看到日本央行被迫自救，日本央行未來是無預警的連續升息，直接就把利率拉到最高。那麼全球利差交易大暴走。那因為如果日本是瘋狂的升息，那麼資金呢为了要還債，被迫集體拋售，全球資產將會把錢匯回日本，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的動盪，也引發新一輪的全球金融海嘯。好，我們待會要來請這個專家幫我們預測了 A、B、C 哪一種最有可能。那麼也請觀眾朋友幫我們預測一下來思考一下哪一種是你心目中最有可能的未來趨勢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一起來互動哦。好，我們來請專家來幫我們一起來亮牌了。好，我們先看到介大使選 B， 孝瑋哥選 B。好，那麼戴副主任 A、B、C 各有趴數。好，我們先請那個戴副主任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好，我覺得這3個其實都有它發生的幾率，不會說是一個就是單獨獨立的狀況了哈。但是從 A 的角度上來看的話，我覺得它可能30%的機會是因為以前也有一些案例是曾經成功過的哈，但是現在要聯手救日元，就特定的貨幣來講的話，它本身不太是一個經濟的行為而已，它很多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選擇。所以如果能夠救成功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好事哈，就讓美國的國債、日本的債務大概可以有一定的控制哈，那大概也不會朝向一個比較混亂，而且可能產生套利，然後接着就發生金融危機的一個情境在。那 B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因為，其實就這樣的一個貨幣來講的話，在 A 情境要投非常多的錢，可是，在 B 情境裡面其實也要，但是在 A 情境裡面其實是很多國家都要共同去出錢做，可是，在 B 這個狀況上面來講的話，如果美國單純只是去做一些干預，但是其實要出力的點還是在日本政府。那以 B 跟 C 來講的話，
我如果要去升利率，好，其實它是一個政治性的操作，它其實並不是只有單純的經濟因素在考量，所以反而 B 的可能性會更高一點。但是 B 的可能性會變成是說，我把這些日本持有的美國的國債也好，或是日本的這些債券哈，它要去做一些抵押跟應用，那實際上很可能就變成是一方面也會傷害到美國，但是實際上讓我自己短期的匯率利率能夠獲得控制。那很多政治人物其實並不看長期的結構的狀況嘛哈，所以短期一旦能夠穩住，撐過這一次選舉，撐過這一次的任期，那他大概就功德圓滿了。所以我覺得 B 的幾率是挺高的哈。那 C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為什麼會只有20%？是因為如果從現在各國央行總裁以及他們這個利率的走向上來看的話，新的聯準會的主席大概可能會這種做法了哈，就是無預警升息啊，連續升很多次。可是日本央行從來就不是這個風格啊。然後日本央行的總裁也會體認到說，他現在去決定日元的這個利率的走向的時候，其實它不僅是在決定日本的經濟，它是決定整個全球的市場，以及它現在所面臨的執政政府的那個政治的壓力哈。那以這個過去的軌跡上來看的話，其實他們也不太會去做這樣突然暴走啦，好，就是開始跟着美國的這個步伐就持續的往上升。這個不僅會讓日本國內的政府債務遇到一個暴升的狀況，它同時也會讓國際上的資金這個流向開始做很大幅的改變，所以這個日本大概承擔不起這樣的一個壓力，所以我不覺得他會把所有的精力往 C 那個情境去做，大概這個是我的看法啦。那我想再請教一下，日元大概要回到什麼樣的狀況，它比較才稱為是回穩？這個可能還是要回到那個經濟上怎麼去看，因為一方面要兼顧出口，一方面其實也要兼顧國內的那個消費的能力嘛哈，所以你也不太可能說它現在從160幾塊一路攀升回來到100塊90塊，因為這個對出口商來講簡直就是自殺行為嘛哈。但是你說再往下跌個170、180，它對於日本國內的消費跟經濟也是很大的傷害啊。所以我想那個區間上大概會慢慢回到我們前幾年看到的那個水準上，也許你看到了120、130，好，接近這樣的一個水位再去做。當然這個有它前提的變數來，就是說干預有沒有成功，利率有沒有改變，然後美國跟其他亞洲貨幣之間的這些相互的匯率的關係是不是也在動態的變化？那這些因素都要考慮進去，才有辦法說哪一個價位其實是合理的。不然以現在的角度上來看的話，當然那個交易市場都會認為說有成交的價錢都是合理的價錢啊。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再來問一下，尚偉哥選的是 B。哦，對，因為其實你說今天一個國家的這個匯率啊，那其實像這次美國非常強力的這樣去干預日幣的這個匯價，但其實你說日本的基本經濟面有變好嗎？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就是說日本其實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它的日元匯價維持在這個程度，其實對大家來說都是很辛苦的一個情況。日本內部其實有所謂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它的物價漲了。其實甚至你說如果說你近幾年有固定大概比如說每隔1年左右你去一趟日本的朋友，大概也會發現日本的物價其實真的漲了。那這個漲的部分來說，你說感覺好像漲了那麼一點點但其實從這個後面物價漲背後所牽連到的所有相關的人的這個部分，或是它整個這個經濟運作這個部分，都是非常一個複雜的這樣的態勢。那對於這些那個經濟就是說就是說經營主企業主來講的話，那其實由於日幣長期維持在一個低迷的這個狀態，因此讓日本人不管在生活上或甚至於在休閒上來講，都面臨到一定程度的壓力哈。那像譬如說，我記得2年前跟這一次去這個夏威夷，我會感覺到日本的夏威夷的日本人變少了。你過去可能在哪邊看，在那個夏威夷走到哪裡都看到一大堆日本人那個口尼吉哇那個一直不斷，但現在你會發现那個什麼思密達這個聲音變多了，韓國人去的变多了，日本人真的相對來說比幾年前少非常多，那也就代表日本人現在真的不太出得起國那特別是去那個美國，那像我還記得我2004年那次坐那個日本從那個夏威夷回日本的這個班機，整個經濟艙載客率只有大概差不多30幾%，這次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大概60幾70%。
70%的這個狀況，你就會發現日本的情況現在變成說，其實有一個蠻兩極化的情況，就是有錢的人很有錢啊，坐經濟艙，經濟艙都那個商務艙都滿的啊，豪金艙都滿的，但是經濟艙變得比較空，所以這其實也會影響到日本一般民眾的這個出國這個習慣跟能力。那同樣的在這個日本國內的這個經濟情況上，由於我們剛剛前面看到這麼多專家都講到，日本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匯差，而且日本今天一旦如果說提升好這個他自己本身的利息，會讓他自己本身的國債的這個問題也會變得更為嚴重。因為我既然提升利息，那相對的我的這個國債利息也要跟着增加，那我政府就要弄更多的錢來去那個平息就是把這個利息增加這個錢就要把它 balance 掉。那這個時候其實對於日本整體來講，它的經濟或者說它的這個財政支出並不好，所以現在我覺得日本大概最難的就是財政大臣。好，我們謝謝姜偉哥。那接大使呢，也是同樣選 B 的選項。对，因為事實上，美國這一次他主要出手是為了救他自己，不是有救日本嘛？因為他第一個就是說，他不希望日本用賣美債的方式來救日元，因為上一次日本花了，因為那個時候是160大關的時候，日本的日本政府花了將近740億美元，賣了740億美元。所以後來這個貝森特就警告過說，你可以救日元，可是你要用什麼方法救？他說你要用升息的方法，他沒有說你不能賣美債，可是他就說你要用升息的方法，意思就是說不同意用賣美債。那這次我想大概兩國政府也經過溝通以後，那就美國就說，那我出手來救一次看看，反正那個貝森特也洩露了，他說買50到100億日元嘛，就是制造一種心理因素。那實際上他是賣歐元去買日元。